朋友们，我是蔡志林，欢迎来到健康之道。这里不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关注你财富体制的强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决定你未来10年是步步维艰，还是从容度过的关键话题。现在的全球市场，在我看来，就像一杯被不断搅打、快要溢出来的啤酒，泡沫堆得老高，看起来很丰满，但底下真正的酒液，也就是实体经济的支撑，已经快拖不住它了。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冲突，也可能是一份看起来不那么亮眼的就业报告，都可能让这层虚胖的泡沫啪一下破掉，留下一地狼藉。你刷手机的时候，是不是总看到 AI 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正在稳步复苏这样的好消息，感觉一片欣欣向荣，对吧？但在这些光明的新闻背面，在水面之下，一场巨量的无声的财富转移早就开始了。那些掌握着惊人财富的家族、顶级基金和超级富豪，他们的鼻子比谁都灵，他们已经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所以你看，他们一边在悄悄减持那些过去被捧上天的科技股啊、成长基金啊这些东西，另一边却像铸了模一样，把数以亿计的资金疯狂地灌进一些你平时可能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领域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调仓换股，这简直就是一场基于最坏打算的末日逃生演习，好像他们提前拿到了剧本，正在拼命为一场可能堪比08金融海啸的风暴打造属于自己的诺亚方舟。要想读懂这帮世界上最精明的人的集体行动，我们就必须提到一位被华尔街既敬畏又讨厌的人物，人送外号末日博士的努里尔·卢比尼。这位老爷子可不是什么江湖骗子，他是正儿八经的纽约大学教授，哈佛经济学博士出身。他的封神之战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房价永远涨的美梦里时，他站出来大喊泡沫要破了，结果被全行业嘲笑。可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危机爆发，无数人财富蒸发，他的预言一字不差，全部应验。可以说，过去这10几年，他每次发出警告，市场都觉得他太悲观，但事后看，他的悲观只不过是提前到来的现实。而这一次，这位乌鸦嘴博士发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警告。他不再用可能衰退这种温和的词，而是直接用上了大滞胀债务危机这种令人脊背发凉的说法。他说，全球经济正被3头可怕的巨兽拖向一个死亡漩涡。第一头巨兽是那个我们以为被打败，其实只是躲起来的高通胀幽灵。地缘冲突、供应链重组、工人短缺，这些都是根子上的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通胀这头野兽只是趴住，随时准备反扑。这意味着未来几年，物价可能会像坐过山车，时不时就窜上来一下。你买东西会越来越觉得钱不耐花，企业的成本也居高不下，经济很容易陷入那种东西贵却又不景气的尴尬局面。第二头巨兽是高利率铸成的冰河，为了压制通胀，各国央行不得不把利息维持在高位，这就像给一辆正在爬坡的汽车猛拉手刹。企业借钱的成本变得极高，很多中小公司撑不住就得倒闭，失业的人会变多，大家的收入缩水，自然更不敢花钱，于是经济就掉进了高利息、低增长、高失业的恶性循环里。第三头，也是最沉重的一头巨兽，是全世界堆到天上去的债务大山。政府、公司、老百姓借的钱总和已经是天文数字，当经济不好，收入减少，偏偏又要还更贵的利息时，会发生什么？大规模的债务违约就像雪崩一样，一个小企业还不上钱，可能就会拖垮一家银行，连锁反应下去，整个金融系统都得站3站。卢比尼博士的结论非常直接，所谓的软着陆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次的冲击会像一架失控的飞机，剧烈的碰撞几乎无法避免。而那些顶级富豪，他们听懂了这个警告最核心的一点，过去那种股票跌了买点债券平衡一下的老办法，这次彻底没用了。因为在滞胀环境里，股票会因为公司赚不到钱而暴跌，债券又会因为通胀吃掉它的实际收益而变得一文不值，两边一起跌，谁也救不了谁。所以他们乾脆抛弃所有幻想，转头去拥抱那些真正够硬，能在风暴里站得住脚的资产。下面这份悄悄流传的6大资产清单，就是他们正在疯狂布局的东西。这不仅是富人的避险工具，更是我们普通人在动荡年代守住老本，
甚至实现阶层跳跃的关键地图。而我要告诉你的是，2026年很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跟上这趟车的最后一个时间窗口了。第一大资产，我们来说说实物黄金。一提到黄金，你可能觉得这不是老生常谈吗？但这次完全不同。富豪们抢的不是你在手机 APP 上买的那种纸黄金或者黄金基金，他们抢的是能摸得着、沉甸甸的金条和金币。为什么非得是实物？因为他们防备的不仅是经济衰退，更是比衰退更可怕的货币信用崩塌。你想啊，各国政府为了救经济，都在拼命印钞票，美元、欧元、人民币，这些纸币的背后信用，其实在被一点点稀释。当大家对印出来的钱都不再信任的时候，什么才是最后的价值尺规？就是那个5000年来全世界都认的黄金。一位瑞士的银行家私下说过一句很尖锐的话，当各国央行自己都在偷偷买黄金存起来的时候，普通人还死抱着他们印的钞票，这简直是最大的讽刺。到那一天，黄金不再只是一种投资，它会变成衡量一切财富的终极标尺。当房产、股票用不断贬值的货币来计价都在暴跌时，黄金的购买力会强到让你惊讶。同样一块金条能换到的生活物资，优质资产会远远超过今天，它就是财富汪洋里最稳的那座灯塔。第二大资产，你可能没想到是美元现金，一边囤黄金，一边又抱着美元现金，这不矛盾吗？一点也不，这是富豪们非常高明的双重布局。这里的现金特指美元纸钞，因为当全球性恐慌爆发时，所有人都会急着卖掉手里的资产换成钱，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会在短时间内变得极度稀缺，形成美元荒。这时候，美元现金就像沙漠里的最后一瓶水，价值凸显。但富豪们拿现金可不仅仅是为了抱着它避险，他们更是为了打猎。他们信奉巴菲特那句老话，别人恐惧时我贪婪。真正的经济衰退会带来无数被错杀的便宜货，优质公司的股票打骨折，核心地段的房产被甩卖，经营良好的企业急着低价转让股权。这个时候，谁手里有充足的现金，谁就从待宰的羔羊瞬间变成了拿着猎枪的猎人，拥有随意挑选战利品的绝对权利。现金本身不会生宰，但它给你的选择权能在资产价格的废墟上实现财富的爆炸式增长。同样10万美金，在风平浪静时买不了啥，但在危机的谷底可能就能买到价值100万的优质资产。这就是现金在危机中最锋利的攻击性。第三大资产是最有生存智慧的一项，核心地段的农业用地。这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略，但却是富豪们视为生命最后防线的东西。你想想，如果金融系统瘫痪，供应链断裂，社会动荡，什么东西最硬？是能长出粮食的土地。比尔盖茨这几年悄无声息地成了美国最大的私人农场主，你以为他是在搞情怀吗？他是看到了在极端情况下，食物安全会比任何金融资产、能源资产都重要10000倍。当然了，他们买的不是荒山野岭，而是那些靠近大城市、水源好、灌溉系统成熟的优质农田。这种地的价值有2层，第一层是经济价值，通胀时期粮食价格涨得最快，地租和地价也会跟住飞涨，是抗通胀的利器。第二层是生存价值，真到了物资极度匮乏的那一步，一块能自己种粮食的土地，就是你和家人的活命保障。它就像一台永不熄灭的食物印钞机，平时给你稳定收入，危难时刻给你生存底气。这个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第四大资产是压住时代大趋势的能源与关键矿产。世界可以没有最新的手机，但不能没有电。绿色转型可以慢一点，但绝对离不开那些核心的金属。在新能源革命和 AI 爆发的双重推动下，对某些资源的需求是爆炸式增长。但供给端呢？因为过去很多年投资不足，加上政治因素限制，根本跟不上。这种严重的供需失衡，让这些资源成了富豪们眼里的新石油。他们主要盯2类，一类是绿色转型的命脉，像铜、锂、钴、镍这些；电动车、风力发电、储能电池，哪一样都离不开它们，需求缺口只会越来越大。另一类是 AI 时代的基石，就是电力和数据中心。AI 耗电是个无底洞，投资电力公司，投资为数据中心提供服务的企业，
就像是在淘金热里卖铲子和卖水的人，稳赚不赔。这种由结构性短缺驱动的行情，会让这些关键资源进入一个长期的超级价格周期。比如铜，全球每年需求增长超过 5%， 但开一个新铜矿要10年，根本来不及。所以长期看，它的价格上涨几乎是确定的。提前布局这些领域，未来获得数倍的回报，真的不是梦。第5大资产有点特别，是顶级奢侈品和收藏品。你可能觉得奇怪，经济不好，大家不都该省钱吗？怎么富人还疯狂买奢侈品？这里的认知差在于，我们普通人说的奢侈品是名牌包、衣服，而他们买的是百达翡丽的限量款手表、爱马仕的喜马拉雅铂金包、罗曼尼康帝的顶级酒庄红酒，或者是毕加索的画。这些东西早就不是用来消费的了，他们成了顶级富豪圈子内部流通的硬通货。他们的核心价值是稀缺，数量被严格控制，还有文化艺术的加成。在货币大贬值的背景下，这些藏品比黄金更容易携带和转移，增值潜力也更惊人。过去20年，顶级收藏品的平均回报远超股市，而且几乎不受经济周期影响。它的价格只取决于全球有多少超级富豪想为自己的财富找个安稳的保险箱。真到了超级通胀那天，一幅名画、一块名表能换多少东西，根本不是现在能想象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6大资产，是无法用钱直接买的，你个人的技能和健康。一位管理巨额资金的基金经理曾私下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投资不是任何股票，而是我的身体和我学习新东西的能力。这帮聪明人太清楚了，在一个一切都被推倒重来的时代，外在的资产都可能化为乌有，只有长在自己身上的本事和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他们花大把时间锻炼，保持充沛的体能。他们学习新语言，学编程，学木工，学急救，这些都是能拓宽生存边界的硬技能。他们用心经营高质量的社交圈，这些投入看起来和钱没关系，但却是回报率无限的看涨期权。危机中，好身体能让你熬过去，稀缺技能能让你在废墟上最快站起来，好人脉能让你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这场经济的大过滤中，技能和健康是决定一个人最终能留在牌桌上还是被淘汰出局的根本。这份来自金字塔尖的清单背后其实藏着一套千锤百炼的杠铃策略智慧，它的精髓就是彻底放弃那种既要又要的中庸思想，把资产配置推向2个极端。一头是极度保守的生存资产，食物、黄金、美元现金、优质农地，他们的任务从来不是赚大钱，而是在极端风暴中死死守住你的财富基本盘，就像房子的地基，平时看不见，但地震来了才知道它多重要。另一头是极度激进的增值资产，能源矿产、顶级藏品、个人技能，他们是压住未来时代浪潮的筹码，瞄准的是危机过后确定性的大红利。就像房子的天台，一旦踩中风口，视野和回报将无可限量。而被这2个极端抛弃的，恰恰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喜欢的风险不高不低的中等资产，比如一般的股票、普通的债券基金。因为在滞胀的绞杀下，这类资产是最脆弱的，两头不靠，既守不住底，也冲不上去，只会成为财富缩水的重灾区。这种先活下来，再想办法发财的策略，和 99% 普通人的想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总幻想着找到一种既安稳、收益又高的完美选择，结果把大部分钱都放在了那些中等风险的理财产品里，既没有足够的防弹衣抵御危机，也不敢拿一小部分钱去搏一个高潜力的未来。结果就是太平年月赚点小钱，危机一来资产腰斩，永远在市场的波浪里浮沉，无法完成真正的跨越。卢比尼博士的末日预言听起来也许有点极端，富豪们如临大敌的布局也可能过度悲观。确实，没人能100%预测危机何时以何种形式到来，但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乐观者发明了飞机，带我们探索天空，而悲观者发明了降落伞，在飞机故障时保住我们的性命。晴空万里时，背住降落伞看起来又蠢又累赘，可当飞机引擎失灵，急速下坠的那一刻，它就是生与死之间唯一的那根保险绳。这场可能到来的经济大衰退，对一些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
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筛选。它会无情地洗掉那些盲目乐观、毫无准备的人。他们没有保守资产护体，也没有进攻资产开路，只能在风暴中被动承受财富蒸发的痛苦。但同时，它也为那些提前准备、保持清醒的人敞开了一生难遇的财富跃迁大门。危机时的资产暴跌，本质上是优质资产在打折大甩卖。那些手里有现金、身上有本事的人，就能以地板价捡到黄金，在经济复苏时实现身价的倍增。所以，与其每天被那些经济一片大好的喧嚣新闻麻痹，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检视一下你自己的诺亚方舟造得怎么样了。你的资产配置里有没有哪怕一样能抵御狂风巨浪的压舱石？你的技能包里有没有在动荡社会里也能变现的硬通货？你的身体和心态准没准备好迎接一场漫长的耐力赛？所有的答案都藏在你自己此刻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里。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只要开始意识到现在行动，就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蔡志玲，我们健康之道不只关心你的身体，更希望守护你财富的长久健康。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筑牢根基，稳健前行。我们下期再见。